他2024年7月，当时他在宾州的巴特勒被暗杀那一次其实那时候虽然还在选举过程里头，其实那时候就会有出现一个东西说，川普是不是上帝的这个天选之人？他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说法，乃至于后来一路最后赢取了选举。可是呢，他为什么会自我膨胀？我个人认为这个核心是他那一次逃过暗杀的劫难，他的那个最后其实有个自我的肯定，或自我觉得上帝是站在他这一边。但是这一次真的影响很多人哦。要知道，其实全世界其实天主教徒将近14亿人口哈。那其实对于他现在直指挑衅有关于这个上帝跟教宗的这个角色，这里头其实是一个深层次的东西，它就不只是政治价值。接下来看到是川普呢，现在自比他是耶稣哦。当然，这个言论一出啊，真的是惹怒了在共和党自己内部的这些保守派。现在呢，共和党内部的 MAGA 的铁粉是集体倒戈了，并且传出了许多是罢免川普的声浪，席卷到全美国。CIA 的前局长直接痛批川普，说他精神不正常。好，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这一次呢，川普不仅呢再度的他口转向了，我们来看到呢，这一次引爆争议的不只是他的政策而已，是这一张 AI 的图，而且这张图竟然是川普自己放的耶，他把自己呢比拟为耶稣哦，然后呢，你可以看到他的这个手边金光闪闪的，旁边的这些人就这样仰望着他，把他当作是一个救世主哦。当然，这个照片一出来，共和党内部的保守派气炸了，尤其是这一位呢，本来是跟这个川普关系很好的，那么也是支持川普的保守派政治家，他叫做盖恩斯，他也说无法理解你川普 PO 这张图的用意到底是为什么？应该要谦虚一点，甚至呢，上帝是不可以拿来给你亵渎的。这样子的言论炸锅之后，川普呢是赶紧的 PO 完文之后，立刻把这一则贴文给撤掉。那还跟记者说呢，他以为这张照片里要呈现的这个呢不是耶稣，只是一位医生。他觉得他现在做的这些事情就跟医生一样，在照顾着老百姓。那大家会把他比拟做耶稣，是因为呢记者们都在写乱做这张图的梗，把他塑造为耶稣。那他认为呢，这根本就假新闻，都是记者自己制造的问题。干哥怎么看？好。这张图真的引起轩然大波。我现在可以告诉各位，你知道这张图是谁 po 的吗？是李威特 po 的吗？是白宫的新闻秘书吗？还是他的真实社群的网页的小编 po 的？不是，川普承认了，我自己 po 的。我半夜没事干的时候，我拿着手机自己 po 的。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总统，而且是美国总统哦，这么伟大的国家的总统，他竟然说是我自己 po 的。他一 po 上去的时候，因为这都是大家都看到，这个 AI 合成，对不对？他自比耶稣，可是自比耶稣是非常非常严重，应该说是很慎重的一件事情。你不能把自己比作耶稣，结果他放在人家的头上，好像他有治愈的功能，所以他开玩笑说他是医生。这个引起的反弹不是来自共和党对手，不是民主党对手，连共和党自家人他们都觉得说，你可以这样子做吗？盖恩斯是谁？盖恩斯是川普的铁粉，他都说。这个实在是太扯了，太离谱了，所以后来他自己就想说，好吧，就主动自己就把他下架了。可是他对梁14世，也就是教宗啊，的态度还是一样。他讲一句话，他说：“我不喜欢梁14世，你要搞清楚，你会当上教宗，唯一的优点是因为你是美国人，那是因为是由我川普你才当上去的。如果没有我的话，你根本当不了教宗。我比较喜欢你弟弟，他的弟弟一样也是那个教会的人士，在梵蒂冈，然后所以他弟弟叫路易斯，他说应该叫路易斯来当啊。身为美国总统，你把教宗在很多这个就是说虔诚的这些信徒的眼中，他是多么神圣，他是经过多么繁复的程序之后选出来的，他是宗教领袖。结果川普还说，我喜欢他弟弟，我不喜欢他哥哥，因为他哥哥对于我处罚伊朗的方式那么多意见，那其实老实讲一句，我也不是梁14世的粉丝啊，川普自己讲，所以说我不用看他的脸色。他又再次重申说，因为有我川普，所以你才能够当教宗。我觉得川普已经进入一个阶段了，他的精神跟他的逻辑判断恐怕出了问题。他会 po 这样子自恋的照片，你就会晓得说。他其实不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之中。我可以告诉各位，接下来他还会做出更多逾矩越轨的事情。但是不要拜托发生了真正的这个
美伊战争升高的话，那倒霉的是我们全球的百姓，还有包括所有千千万万希望世界和平。梁14世他有讲，他说我是站在散播福音者的立场去看整件事情，去看整个世界。所以川普不喜欢我，我非常的遗憾，我也只能够接受。所以你就想说，两个人的格局完全不一样，我们再继续看下去吧。好，这已经变成是一个笑话了，是不是川普的压力太大了？现在精神上面真的出现问题呢？那刚刚干哥也特别提到他跟梁14世之间的这个冲突、这个对话啊，他还另外呛了教宗说呢，你不该认为伊朗永和是无所谓的，你也不应该批评美国总统，如果没有我，你也不会当选。就梁14世呢，就立刻反击说，我不害怕任何政府，也不会停止反对战争，因为教会就是要追求和平，反对战争。当然了，现在是美国他自己的盟友也开火了。意大利总理梅洛尼认为川普对教宗的言论是不可接受的。到底怎么回事？川普的状况，上次哥怎么看？我想你要研究川普这个精神的状况，我认为还是牵涉到他2024年7月，当时他在宾州的这个巴特勒被暗杀那一次哦，大家要记得吗？不是耳朵打过去吗？其实那时候虽然还在选举过程里头，其实那时候就会有出现一个东西说，川普是不是上帝的这个天选之人？当时其实美国舆论有很多讨论哦。虽然作为一个选举照是 chosen， 他说 chosen one， 他是被上帝选择的。而我都觉得在当时看起来，这个部分的概念对于川普一开始他可能还是惊吓的，但随着后来他越来越相信这样的说法，乃至后来一路最后赢取了选举。所以你要看川普的一个宗教信仰，他自己当然也是还是基督徒。可是呢，他为什么会自我膨胀？我认为这里头不只是一些政治思想，他一定有一些核心的东西。而我个人认为，这个核心是他那一次逃过暗杀的劫难，他的那个最后其实有个自我的肯定，或自我觉得上帝是站在他这一边的核心。我个人认为是这里。但是这一次真的影响很多人哦。要知道，其实全世界其实天主教徒不包括基督教是将近14亿人口哈。而在美国方面，其实天主教徒只有20%，7000万人。如果基督徒更多，美国基督徒大概是65%哈。那其实对于他现在直指挑衅有关于这个上帝跟教宗的这个角色，这里头其实是一个深层次的东西，它就不只是政治价值可以拿来衡量或美伊战争这个东西的角度。所以这个川普在这一波当中做的最影响，我认为深远，很多人会对他从根本性上造成很大的怀疑或者否定的话，可能就是这一次这个 AI 图，所以他也感受到了，所以通常他不带撤文的，他才会撤。当然，这次后面的影响性，包括从这里开始，就不得不说，这种对于所谓的美国核心的这种精神价值的这个坠落，除了这次在美伊战争体现到美国的军力、军权、美元的这个过去全球部分的价值标准，还有包括自己美国国内的这些动荡之外，我觉得大家已经陆陆续续感受到，美国方面包括一般民众那些，就是说开始川普让很多美国人自己都看衰美国自己，所以这些精神性或信仰性的东西一旦在出现的时候，对于社会的深层次的影响是有的。现在很多时候中国人大家学要 copy 中国过生活啊，很多就是包括抖音上面啊、小红书上面，很多美国人在做的事情。最近我们也注意到了，包括很多汽车产业的巨头，大家对于美国基建，包括对于他们自己的这个新能源汽车，很多产业上美国也开始失去信心了。因此，如果信仰价值受到冲撞跟崩溃的时候，会对于美国的国力衰退会更加一笔。好，所以呢，我们也持续看到，那现在到底最新川普的民调表现到底是怎么样呢？确实受到非常多的因素综合起来，《每日邮报》最新显示，支持率已经正式的降到只剩下43%了。民众最不满的2大议题就是通膨失控跟中东的战争政策导致的油价飙升跟通膨，实在让他们过得太苦了。CIA 的前局长在这时候也喊话说，有关于罢免总统的条款现在再次的被提出来，国会内部也开始酝酿了弹劾川普的声音。现在就是担心接下来的期中选举，一旦共和党失利，川普有可能被弹劾，甚至面临生死政治上的关卡吗？大使怎么看？他现在应该是一步一步走向被弹劾的路了，会越来越接近。因为美国弹劾的门槛非常高，因为在参议院，众议院是1/2就好了，20名通过就成案，参院是2/3，所以众院他只要掌握这个多数的话，
掌握多数的话，他很快就可以把这些案子压下去。所以他的危险就是在期中选举了。期中选举他失掉，如果两院都失掉，那他就蛮危险的。众院失掉了，众院失守，他也很危险。而且这种弹劾案，其实美国常常在提啊，常常在提啊。这些议员几个人成案，他就提啦，那只是过不过、通不通得过的问题啊。所以就是说，川普他现在做的很多事，就不要太怎么讲，在这个怎么讲呢？就有一点太违背常理，太超过道德标准，然后呢，太令有争议性，比如说他的亲信炒股票啊，这些事，还有他的罗利岛，人家查的差不多了，他就把他的司法副长给他 fire 掉了，不照他的意销毁文件的话，就把他查。这个都是我自己干公务员这么多年，我只有一个信念，就是说，我认为。凡走过必留下痕迹，对，所以其实公务机关办事情的话，基本上很多都不是靠嘴巴的，都是要留住文字的。像我们这种受过训练的公务员，我们很多重要事我们都要写签呈的，这不是你一个人能够承担的，而且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集体决策过程。如果你是一个独裁者的话，你没有办法这种公务体系这种公务体系的做事，基本上就是集体负责任制，它一定要从下而上。那你如果从上而下的话，那基本上你自己就很容易违背法令，因为对于法令的细节最了解，通常是这个基层的承办公务员到科长，到这个副司长，他们从基层的，他不会做违法的事，那他也不会怎么讲呢？答应上面交办他违法的事，上面要交办他违法，他就留证据了，免得到时候将来东窗事发，他就都被牵涉进去。可是我看川普这种作为的话，在一个法治讲究行政法法治传统的美国来讲，川普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冒了多大的险，这个他就是一个他的问题了。他一旦一朝失势以后，所有的文件都在那个地方。像罗利岛，你看看这个案件还不是一个公法案件，是一个司法案件，基本上人家有几万页的资料啊，只要那些。这些所谓的治安单位一介入调查，所有都变成公文书了。公文书你就不能随便动，所以川普是非常危险，我认为他的作为非常危险。那这完全会在他败掉这个期中选举以后的危险。以前美国总统我们看就是说，他有期中选举，他丢掉一个院他就跛押了。就没有办法推动重大政策，因为重大政策基本上要有法律作为基础。你比如说你的税收制度，这通常美国的重大制度，还有你这种相关的，你比如说医保制度，这都要法律做基础，你才能够去国库里面拿钱呐，要不然你动不了这个钱。对，所以就变成就重大政策你就不要，你就萧规曹随吧。所以其实成为跛押的美国总统，在他的譬如说啦。他这个期中选举失败以后是最危险的，对别的国家最危险，对美国最安全。为什么对国家？因为他没舞台以后，他就搞外交，搞外交不是修理别人就是打别人。这是美国历史就走这种循环。那不过川普这次打别人修理别人，美国没得到好处，不像日本以前侵略中国，日本赚得盆满钵满。那这次是把美国的国库都越搞越空了。所以川普现在掉到43，你想想看，再继续这场战再打下去，油价涨到再继续要涨，他这个绝对这个期中选举必败啊。好，我们来继续关心川普说的这个史诗级的狂怒，这个是虚张声势吗？我们也要来看到的是美伊的战火在升级之下，现在呢，海湾国家首个国家他宣布他也要参战了，可能会来参战的就是阿联酋。那阿联酋他一旦参战了，其他的海湾国家会不会也看到他们觉得这个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决定一起跟着阿联酋来参战呢？今天我们就这些议题会一起来做关心。好，赶快来看到的是今天最新的消息，就在美东时间4月1号，台湾时间的早上9点整，川普发表了这一场长达19分钟的全国演说。好，当然了，大家可以想象到的是，他一定又在这个演说上面不断的吹说自己做了多少事情，那有多大的一个胜利等等。他把这个他所做的这个攻击包装成一场干
干净利落的闪电战，并且呢，他说接下来2到3周的时间，美军会对伊朗来展开极度猛烈的打击，要把伊朗打回到过去的石器时代。川普赶快也来看到，他列出了哪一些，他说都是自己所做出来的战果。首先他说，伊朗现在的海军已经灰飞烟灭了，空军也是废墟，国家领导层遭到歼灭，伊斯兰革命卫队指挥系统被瓦解，还有飞弹与无人机的能力已经大幅的削弱了。真的是这样吗？等一下我们会请来宾也来帮我们看一下他所说的战果到底达成了多少。立刻呢，我们看到路透社是直接打脸了美方哦，他说美国其实并没有单方面的碾压，反而呢看到的是伊斯兰革命卫队仍然持续在波湾跟以色列发动各种的攻击，以色列也针对德黑兰的政权据点持续的打击。他说双方啊现在仍然在持续的交火，这是来自于路透社最新的一个回应。那么《华尔街日报》也立刻揭露了，说川普啊在自家社群上面说呢，伊朗的新任领导已经提出停火，但是事实上这件事情也是假的。再来针对美国总统川普最在意的石油问题，他这一场演说上也有做了一些回应。我们来看到他怎么说。他说，美国未来不会再从荷姆兹海峡进口1滴的油了，还呛他的盟友们说，好，你们要油可以啊，但是你们自己去夺，自己去抢，自己去保护你们的油，不然呢，你就是跟美国来买油。然后呢，再来就是看到了，其实现在这个媒体也特别点出了美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但是川普他根本就没有要解决，就是荷姆兹海峡被封锁，油价狂飙，民众苦不堪言，川普都没有解决，还有包括了这个经济上面，在战后的一个经济的后果，通通都避而不谈。好，更严重的问题我们要来看到了，现在呢，这一些传统的共和党的人对于川普开战，最新民调支持率暴跌了48%，这么严重的一个后果。那所以我们特别来看到说这一场演讲，赖老师怎么看？那对于传统的共和党人，对于川普的支持度暴跌48%，对于接下来的选情，赖老师又怎么看？哦，这影响很大，对于川普的选情，还有最主要是共和党的选情的期中选举嘛，11月份马上要开始了。他本来就没有民主党的票，独立选民啊也很明显的不再支持他了啊。所以在这一次我们看到No King 的活动里面有3200场，超过900万人。第一次的活动在去年6月发生，500万人参加而已。第二次的活动在10月发生，700万人。这一次就已经超过900万人了。然后第一次的活动就在大城市，这一次的活动是已经到社区了啊。第一次的活动大部分都在兰州，这次的活动不但到红州，而且到摇摆州，像宾夕法尼亚这个地方都已经动了啊。过去川普在宾州里面拿到的一个小社区，他的这个选票是拿到6%，可是这次走上街头的人数不在少，这都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讯号？就是说，民主党的、独立选民的，甚至连很多的共和党人都跳起来反对。所以共和党的大咖他们自己都跳出来说，情况危险了，因为如果按照这个情况再走下去的话，他们在这一次的期中选举稳输无疑，稳败，不但是参议员败、众议员败，甚至连州长有些部分的州要改选，都可能会败。那如果国会里面参众两院都败的话，这个对于川普来说是绝对不但跛压，而且还会面临被弹劾的问题。那你想对川普来讲怎么办？川普就必须要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赶快下车了。可问题是他现在下不了车啊。那下不了车，因为最早他的任务，他认为伊朗很容易屈服，所以我只要让你屈服，你就愿意跟我谈和。那怎么样让你屈服？最好的方法就是斩首行动。那斩首行动成功了，可是伊朗没有被屈服啊，因为他们的接班人马上就上去了。那杀了那么多人，接班人上去，斩首行动没，那现在他该怎么办？给自己找一个下台阶，因为伊朗已经很明显的，我不给你下台阶，我就是不给你下台阶。第二个，他回过头来找盟友，可不可以给我下台阶？例如说，盟友都涌在他旁边，那就代表他战争很有正义性嘛。结果他的盟友都跟他保持一个距离。是这个整个欧洲、北约都说这不是属于我们的战争，我们不愿意介入。
那在这样的情形下，他显得越来越孤单了。所以他在国际间被孤立，他在盟友间被孤立，他在国际法上站不住脚，他在联合国没有得到授权，所以他是一场不义之战。这么多的负面的新闻全部都出来的时候，然后伊朗还是坚持不给他下台阶，他到底该怎么办？他给自己下台阶嘛？我赢了，我赢麻了。我就是胜利，你怎么说？政权更迭的，你政治学家再怎么出来说，这不叫政治更迭，那是你家的事，我说了算。对，我说政治更迭的政治更迭，好。我说海空军被摧毁了，你要说海军还在呀？不，我说了算，海空军被摧毁了，无人机已经没有了，还在飞啊？没有，我说了算，没有就是没有。导弹还在打啊？没有，它被我削弱了。那核武呢？没有了，他现在短时间做不出来，不然你叫他打一枚看看，他就是做不出来嘛。所以他现在是绝对没有，将来也不见得会有。好，所以我全部都胜利了。那你说，可是你讲都不是事实啊，没有关系，我胜利了。所以他给自己准备好下台阶。那目前来讲，就是怎么样拍一场大戏而已。所以我相信他的好莱坞的导演跟摄影师都拍过去了。到时候登陆的时候就拍一场大戏，轰炸的大戏，登陆的大戏，南岸登，北岸下，刚刚好结束，是开心的不得了。拍大戏，拍完了以后在影片上放，川普第1名，胜利了。胜利。好，川普他自导自演的自己拍的这场大戏，但是呢，现在看起来是不是如老师刚刚帮我们看到了嘛？这盟友不赏脸，尤其现在是在荷姆斯海峡的问题哦。川普还说呢，要这些盟友自己，你们要油的话，要么跟我们美国买，要不然自己去抢油好了。接下来怎么解决？宽哥怎么看？川普是呛英国啦，就说你们缺油哦，你们就自己去荷姆斯海峡自己去护油哦，自己去抢哦。那我们要把这个大架构现在跟各位谈清楚哦。美国是全世界出口油最多的国家，但也是进口油最多的国家。那可能很多观众会说，奇怪了，他干嘛干这种事呢？这要谈论到政策的问题哦。在科技还没有那么发展的一个时代，1950年代的时候呢，那时候的想法是油有一天会用完，所以美国我们就不凯自己的油，我们有钱嘛，我们就跟全世界买。那时候跟谁买最多呢？跟委内瑞拉买最多，所以美国他们在波斯湾所有的炼油厂，那个都是重流质的炼油厂。简单的说，那个油厂没有办法炼中东的油，所以他说他不买中东油，是因为油不一样，油有分为轻质油跟重流质油，这个是完全不同的。那我们因为那时候对伊朗经济制裁的时候，有4个国家是划外的，就是说你不能够把它完全打死，所以中国、台湾、韩国、日本是可以跟伊朗买油的，伊朗的油很棒，是轻质油，所以我们台湾的中油，我们台湾的那个台塑的油是很好的油。那为什么呢？很好炼。那为什么要讲这个呢？因为讲到这个之后，就要谈论到全世界的一个局势了。没有想到有一天美国它出现了页岩油，它又发现了很多的一个油井，结果连以色列都发现油井。以色列目前外海发现的那些油井，据说目前已经开了3座，未来还会开5座到7座，所以以色列未来130年的油，各位。自给自足绝对够，加上他们有很强大的一个能源系统。那谈论到这个，很多人就会说，那为什么要谈这个呢？因为油很重要。各位还记得吗？1月份的时候去委内瑞拉，为什么抓马杜洛呢？川普他也不遮，他就2只手一伸all the gasoline 啊，全部都是为了石油。那今天他也没遮哦，他今天那个19分钟的演讲当中，他还是谈石油哦。但现在油就麻烦了，为什么油是麻烦的呢？例如说我们在亚洲的话，因为我们距离中东近，而且长期我们的油都是用中东的油，用习惯用好的油，所以我们拿到困难的油，我们没办法炼啊。各位，我们没办法炼，韩国也是，日本也是。那过去日本他们用萨克林线还从俄罗斯可以来，可是后来俄乌大战也被砍掉了，所以未来怎么办呢？简单的说这是一场大棋。什么叫这是一场大棋呢？未来的买法全部都要改变。未来的买法就是不能再从中东进包括6成到7成的油了。未来要各地同时来买，可能要排说跟那个足球赛有点像啊，就排3331，或者是432，或者是反正就要有不同的替代法则。那我们来谈谈目前台湾的策略哈。台湾的策略，卓荣泰院长已经说了哈，我们目前5月底前我们不缺油，我们也不缺天然气，但目前缺的是塑胶袋。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溢价。我们就溢价去买，那当然溢价去买，中油承担，后来还是要全民来补贴。我觉得这个倒是小事，但有一件事要来跟各位做提醒哦，分批购买真的很重要。为什么呢？日本跟韩国的半导体厂现在是哀哀叫啊，他们不知道怎么办，因为特殊气体拿不到。那很多人就说，那为什么台湾的台积电没这问题呢？各位，原来这个问题在2022年就发生了。2022年那时候，因为俄乌大战的过程当中，很多半导体需要的特殊气体。
从哪里来？天然气提取的过程当中，分离油气，冻到零下270度，把很多不同的气体炼出来的时候，那时候有所谓的氦气。然后呢，很多的钢铁厂他们在炼钢的过程当中，会分离出很多特殊的气体来，这些气体一一的慢慢收集完之后，就可以给半导体厂用。但俄乌大战那时候出现一件事情，有钱你都买不到。所以我们台积电那时候就想说，不行了，该贵要给人家贵，所以台积电就分开购买。所以这次台积电说得很清楚了，台积电说我们目前的气6个月通通都够。结果韩国说，哎呀，可不可以一点点分我们？可不可以再暂时啊，还分你们啦？韩国说他们的气目前只能够撑2个月，原因就在这边哦。但就未来来说的话，如果美国他们是出口油最多的地方的话，这次在战争当中，当然它战争也花了很多钱，但这是有很多国家是紧急去跟加拿大、美国、墨西哥跟澳洲买油跟买天然气，这个也是另外一个故事。但这个故事水很深。未来的国际局势会怎么变，都看战事未来会怎么变化。能够停战最好，如果不能够停战的话，油一直上去，全世界的景气受损，股市会跌。那各位，你的口袋都变少了，你会支持这场战争吗？好，我们现在看起来，川普就是打到现在，其实也已经不管了，就撒手，然后让这个荷姆兹海峡的问题自己去给盟友们自己去解决，自己去想办法去承担后续的风险等等。另外一方面，我们也看到的是说，这一些波湾国家一定是在这场战争里面看在眼里，他们认为说美国已经不可靠了吗？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首个国家现在准备参战了。刚刚特别提到的这个国家是来自于《华尔街日报》的披露，说是阿联酋啊，接下来要协助美国了。阿联酋呢会成为第一个在遭到伊朗攻击之后正式加入参战的波湾国家。等一下请将军来帮我们盘点一下他的军力到底如何？现在根据最初步的了解，中东它这边算是最精锐的高科技军力，主打防空跟这个空军。然后呢，它有配备 F-16跟萨德系统等等，也有实战经验。重点是它的整体兵力大约是58000多人，其中陆军是最多的，等于是一个有钱又能够打的海湾国家。那其实，在它这样的消息一传出来之后，伊朗它是立刻就攻击了阿联酋，当天遭到伊朗无人机攻击，共造成11人死亡。将军怎么看？其实阿联酋这个国家哈，它土地面积大概有83000多平方公里。人口有1017万哦，可是它人口88%是外来的人哦，不是都是他们阿拉伯人哦，所以你认为这个国家它会团结吗？你再看这个名称哈，阿联酋为什么叫阿联酋？阿拉伯联合酋长共和国哈，就是很多个部落聚集在一起，我们组织一个国家，所以各部落有各部落的想法。当然，这个中东地区不只是阿联酋了，包括到科威特哈，包括到卡达这些，包括甚至于沙特，这些都是王公大爷的国家。我跟各位报告好，只要有钱就不会想打仗哈。这个阿联酋哈，它的武器装备我大概跟各位介绍一下，非常的豪华哦，它那个阵容非常好。它除了空军来讲，它除了有 F-16的战机有77架之外哈，它还有幻象战机哈，有57架。除此之外，大家很讶异，它还有 F-35战机，还有50架，你说豪不豪华？那地面部队来讲，它的战车哦是法国这个第一线的战车哦，叫做勒克莱尔战车。除了这种战车是主力战车有390辆之外，它还有 M1 战车，也是美军都是第一线级的战车。那当然，它在这个地方海军其实海军实力也不弱了哈。所以说它的装备确实是非常的豪华。可是你要知道哈，这个你说如果说是要打仗的话，他是完全没有作战经验。但你反观哈，这个伊朗这个国家，它从不要说以前它是波斯帝国时代，就说近代来讲的话，它刚打完这个2伊战争，它2伊战争打得非常的激烈，那到最后人海战术都打出来了哈。所以海湾国家不只是这个阿联酋哈，这个现在他出来讲说要协助美国参战，我觉得最大一个可能就是怕美国脱身走了，那没有关系，这个小弟我继续加入你的行列，继续来帮你打。这有一点像什么？就是有一只这个大狼狗带了一群吉娃娃哈，那大狼狗被打败以后，被咬伤以后，这个吉娃娃在后面帮忙这个呐喊哈，这个我来帮你打，我来帮你打。不是我瞧不起海湾这些国家，我跟各位讲哈，这个第一个我们讲这个海湾这些产油的国家，科威特，你知道那时候那一年伊拉克打他用了多少时间，就整个国家被伊拉克并吞掉吗？
大概6个小时啊，从早上出发到中午，连走路都比走路都还快。中午12点他就彻底投降了。我们讲沙烏地阿拉伯好了，沙烏地阿拉伯它的装备也非常的精良，但是它的油田经常被这个胡塞无人机攻击，最后靠谁来保护？它也是靠甚至包括我们台湾那时候都组织大幕远征队去帮他保护他的油田，他还跟中国买他的这种无人机打无人机的装备叫激进狩猎者来保护他油田。所以海湾这些国家，我觉得他如果说是要这次讲说阿联酋说要帮美国打仗哈，其实是要把美国拉在这个地方，你不要走，小弟我帮你撑腰，你不要怕，我继续帮你。但是那种场面确实是，如果说看在懂得军武的这种军事的这军迷眼中哈，真的是笑话一则。今天赶快来关心到中东的情势。现在伊朗的5座地下飞弹城正式的上线，今天会来看到它，包括它的这个飞弹，尼什跟加德尔都直指了以色列。那么我们也要关心到的是2月6号的这一场核谈判，美以之间的核谈判还能谈得下去吗？哈米尼现在赌了，说川普啊，他打不起的就是长期的战争。那么如果哈米尼下注川普无法挡的是长期战争的话，他能够撑住美以联手的打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3个火线话题，今天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来看到的是伊朗的5座地下飞弹城上线，刚刚讲的这2款长程的飞弹射程直指以色列，美军即使他祭出他的空袭、他的特战，能否彻底摧毁掉伊朗的这个弹道飞弹库存呢？它的反击能力跟生存率到底有多高？第二件事情来看到了，现在呢，哈米尼也正式的说了，弹道飞弹计划就是我们的红线，是没有办法妥协的。那这一场2月6号的核谈判还能谈出一个结果吗？最后来关心的是，哈米尼已经压住了川普不会打长期的抗战的，那么这个哈米尼可以靠他的这些飞弹的库存，再加上在中东各地的代理民兵网络来撑住来自于美国跟以色列的打击吗？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在2月6号这一天，美国跟伊朗之间在阿曼正式的来谈有关于核协议这件事情了。但是呢，哈米尼有一件事情是说，我绝对不可能让步的。美国，你休想要让我让步，就是有关于弹道飞弹的计划。他说这个是伊朗的红线。那么弹道计划到底现在发展的多快速呢？根据了解，目前伊朗境内已经打造了5座的地下飞弹城，分别包括了在首都德黑兰的周边，那么还有其他的地区分布在东南西北等等各地，可以说这个全国性的火力网都已经排出来了。美国的情报机构是这样分析的，他认为现在伊朗拥有的是中东地区最庞大的弹道飞弹的库存，是特别要注意的，并且也指出了它的军火库啊，包含了射程可以达到2000公里的尼什跟加德尔等等的长程飞弹，是足以覆盖掉全以色列全境的，是要非常紧张的。那么伊朗现在打造的5座地下飞弹城，它的飞弹的打击力，再加上它的生存率跟它的反击力，能够对美军造成多大的打击？张将军怎么看？我认为这个要看战场存活率有多高，因为现在伊朗经过从去年2025年6月的5月重锤之后，伊朗一共有花了将近7个月的时间来整建它的相关的军事设施。这个7个月的时间，我认为相对有限。那现在就是伊朗在做的，为什么要变成这个弹道飞弹地下化呢？就是为了战力防护、战力保存。那它能够达到什么样的效果？我认为这7个月还是不够的。是有局部的效果，但是并没有全面的效果，所以我认为是时间受限。但是如果能够给伊朗再给他1年，我认为这个弹道飞弹的地下武器库那就可以达到他真的战略的能力。那我认为现在只有战术的能力，还没有到达战略的层级。第二个，现在伊朗它是分散屯储，他们并没有集中弹道飞弹屯储在一个地方。所以也会造成美国或以色列要对伊朗实施反制作战，会有这方面的困难度，并没有办法完全歼灭伊朗的弹道飞弹。那这是伊朗之利，所以伊朗它是有利有弊的。第三，我认为伊朗目前最欠缺的是空优，因为伊朗的空军是最弱。那空军既然弱，战机既然是没有办法来升空迎战的话，那就要靠地对空飞弹。那地对空飞弹现在伊朗它的数量相对有限，伊朗的全境它的面积那么的广，
它没有办法就全面的防守，只能重点要域的防守。它只能部署，并没有办法全部部署，只能重点防守。那这样子的话，在美国跟以色列、摩萨德还有 CIA 这方面的情报收集，它可以找到这伊朗的防空飞弹还有关通系统的部署所在，在第一时间可能就会给予摧毁。那我们现在反过来看美军，那美军怎么用呢？我认为美军会用大量的精准制导武器。那精准制导对它的这些我们知道的地下的这弹道飞弹的这个库存的地方，以及防空飞弹或者是关通系统做摧毁。就跟类似2025年以色列对伊朗的这方面的攻击，它的重点我认为是一样的。毕竟争取空优也是美国跟以色列这方面的首要之选。那第二个呢，我认为禽兽能力，伊朗的部署在美国的人造卫星还有它的这些高空无人侦察机这方面的搜寻之外，再加上以色列内建布置在伊朗境内的这些情报人员，它可以精准的标定需要攻击、需要反制的这些位置，所以变成美国跟以色列因为情报优先，而在战争上、在作战能力上，也就提升了它的精准的度。另外一个，我认为打完之后不是就打完了，那就要经过战果鉴定。那战果鉴定，人造卫星跟以色列的人造卫星跟美国人造卫星也可以掌握战果鉴定，要不要再攻第二波次？攻这个作战的摧毁的程度到什么样的程度？是不是要再派第二波的兵力对伊朗的这些长程飞弹、弹道飞弹这设施，不管是尼什的或者是加尔德的长程飞弹来做第二波的破坏？那他们会做一个精准的评估。所以在这一方面，情报的优势跟空优的优势加起来，会对伊朗产生最大的压力。那我们来看，那我们总体来做评估，我认为是防空能力、空优来决胜，决胜。我认为如果谈判没有到达一定的妥协的程度，来获得了双方美国跟伊朗最大的公约数，那我认为美国动武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不然美国劳师动众，不管航空母舰或者是 F-15，还有C5A的银河式的运输机、西妖拐的空中霸王运输机，也包括美国的 F-15跟美国的 F-35逆中战机都到了。还有包括 WC-135的侦测辐射层的，它都已经派到中东去了。那我认为美国动手的可能性，只要谈判破裂并没有达成共识，美国动手的可能性非常之高。从整个目前态势来看，所以我认为双方都有压力。伊朗有面对美国这个精准制导的压力，那美国也有要想一想伊朗的报复能力。它虽然没有空军去轰炸，但是它有弹道飞弹跟无人机。那这无人机对以色列的机场，甚至对以色列的政治跟经济的设施，都会到达某种程度的威胁。我认为双方都有它考量的强点跟弱点。好，针对于伊朗的这个飞弹库，它有它的优势，就是它是分散的，但是它的缺点就是美国它掌握了情报跟整体的空优。那这样子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永明老师怎么看？那2月6号的这一场，也就是今天的这一场核谈判，伊朗在这方面有多大的底气？老师怎么看？我们还是专注在这个弹道飞弹。以色列其实是在第3次中东战争，也就是在1967年，我们叫6日战争。阿拉伯国家把它叫6月战争，以色列叫6日，因为6个工作天打完了。那阿拉伯这边不是6个月，他是说那一年的6月。之后他大概就被认为开始拥有核子弹头，可是他没有试爆过。我们现在把世界上的核武国家，事实核武国都会把以色列算进去，9个国家，大概估计它有80到200枚。2006年，以色列的总理在欧洲自己承认，他说伊朗很快跟我们一样会成为核武国，大家也没什么反应。可是面对以色列拥有核武，其他阿拉伯国家怎么办？弹道飞弹，尤其是中程弹道飞弹，所以伊朗是如此，沙特阿拉伯、沙特也是如此。那伊朗就看到他空军很弱，他没有强空军，但是他有强的弹道飞弹。他从大概60年代、70年代就从苏联那边取得飞毛腿飞弹，自己发展流星1号等等之类的。那然后呢，到了2000年之后呢，他就开始在做往中程，那个时候已经有来到500公里。我们讲1000公里范围之内，这就叫短程；1000到3000，这叫中程。然后大概到了
差不多流星3号的时候呢，这个大概就2010年到近期，他已经自己宣称是来到2000公里的射程，然后呢，大概是1500公斤，然后进入到大气层，因为弹道飞弹是要进入到大气层外，然后进入大气层的时候，大概已经是8马赫，精准度大概在30公尺范围之内。可是我们上一次看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相互交换弹道飞弹跟无人机的时候呢，还没有看到这个2000公里射程的中程弹道飞弹。可是呢，伊朗是有多数，大概统计起来至少14种不同的弹道飞弹，所以短程的都已经打到特拉维夫这边来了。哦，因此它的弹道飞弹就是一种吓阻，就是一种反制以色列。因为它没有核子武器，那当然也是反制美军的基地。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就是当美国现在要跟伊朗谈核武的时候呢，伊朗就说绝对不可以把这个弹道飞弹放进来，而且他还展示他这个弹道飞弹地下层，就是说你打你也把我打不光，你就算打了核子武器，通常发展核子武器一定要中程或者是长程，最好是长程洲际弹道飞弹作为载具，你才具有核吓阻的能力。可是呢，现在他没有我不知道他有核武器，但是他目前中程以上长程目前当然还没有出来。可是这个2000公里如果确实为真的话，那它将来就可能作为核武器的这个载具，那不只是弹道飞弹的吓阻，而可能真的就成为核武器的载具。所以美国这边也当然希望他把它放进来，但是伊朗这边说我放进去，那我既没空军，我也没足够的数量去反制你。我除了地下化，我当然要发展比较中程，因此他就不愿意把这个放进去。所以现在就看这个双方美伊双方是不是针对这个中程弹道飞弹是要把它放进来？对。但我觉得伊朗方面为了自保，他是不会同意的。好，除了中程弹道飞弹是这个美伊之间接下来要持续沟通的部分，那有关于核武，现在也有一个说法说，看起来表面好像伊朗已经让步了，因为他说呢，这个他要放弃这种高纯度的核原料，甚至说要放到俄罗斯那边去。但是有一个说法，认为说哈米尼根本就是知道说这个主要是在争取时间，只要撑过川普的任期的话，那他之后还是可以恢复这个浓缩铀的活动，再继续造核武的，并且呢，哈米尼也在赌一件事情，说川普不会为了伊朗让美国再陷入一个无止境的中东战争。厉将军又怎么看？其实我倒是觉得说这一次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目前看起来是伊朗先占了上风为什么我这样讲？因为原来说两个国家原来说好在土耳其来举办这个会谈的后来伊朗说不行，我们要改在阿曼，而且只有我们美国跟以色列，我们两个国家来谈就好了，周边国家都不要来参加。刚开始美国不答应他说要周边国家都一起来，包括到海湾地区的这种沙烏地阿拉伯等这些国家要一起再以观察员的身份，但最后美国屈服了所以第一招我认为是在这方面来讲谈判还没开始。我认为是伊朗先赢了第一招那为什么伊朗会赢第一招呢？我们知道谈判这个战争之间的谈判一定是在战场上面，你取得某些成果之后，然后你才有可能在谈判桌上面取得有利的价值嘛。我认为伊朗为什么可以在这个谈判桌上面第一招先赢了呢？就是因为它有这些的所谓这个战略的弹道导弹可以威胁到以色列，这是它最重要的一个目的。而且它这些弹道导弹分存在所谓地下库。孙子兵法讲了一句话：善攻者动于9天之下，善守者藏于9地之下。他现在就将这些导弹藏于这个地下库里面。那美军打得到打不到？其实去年美军已经证明了他打不到他打浓缩铀用了7架的 B2 轰炸机，每一架 B2 轰炸机带了2枚的这个 GBU-57的钻地弹那个很大的，可以打穿钢筋混凝土60公尺深的，他也没打到浓缩铀核设施啊。那你说这个时候他怎么可能对那么多个目标来实施钻地的攻击？美国的这种 GBU-57的这个钻地弹，目前它原来只生产了20枚，上次用掉14枚，剩下6枚。所以我觉得这个你要动它这个地下弹道层是动不到的。另外来讲的话，孙子兵法有讲一句话，叫做兵贵拙树，未读久之
未读巧之久矣，就是做这样讲究兵贵胜，我只要打完胜仗就好了，我就要用最笨的方法，可是我能够在最短的时间取得胜利，这是最重要的。不是像是在变魔术一样变来变去，好像玩花销一样搞很久。搞很久，你的后勤资源什么就一定付出很庞的代价。我们以美军来举例来讲，去年他打这个12天的这种以伊的战争，他进去1天就出来了哈，就轰炸完以后他就出来，他没有在那边多停留1刻，就打个卡就快闪。那委内瑞拉他是不是也是1天快闪？对。但是他在那边耗很久的战争，我们看到就是阿富汗战争，到最后他花了好几百亿的美金丢在那边，跟打水漂一样，最后还是兵老尸疲哈，最后回来。所以我认为这次啊，这个哈米尼他不是压住，他根本就是这个吃定你美国哈，不敢在这边打长期的战争，也没有这能力攻击掉他所有的导弹库，你根本就打不掉。所以我认为在这一局哈，谈判还没开始，我认为伊朗先赢了第一步。